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感谢团员新进团员耐心等待，再次感谢所有团员支持本频道。影片中英语翻译中文不容易，本频道制作不容易，拜托大家帮忙加入。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去下，请订阅，请帮忙一下，请拜托帮忙一下，谢谢大家。介绍更多好朋友加入神秘文怪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普丁怪病缠身，5替身影分身之术。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CIA 解密档案当中，赫然惊见希特勒秘密多活了39年。希特勒的假死计划当中，其实是在暗地打造地底世界。传言他带着科学家悄悄到了南极，在地底建立了211号秘密基地，到目前为止仍在进行未公开的实验。Google 就拍了南极，有一艘消失的德国潜艇，以及有围墙里的大门建筑，希特勒的211号基地，真的藏了人类最大的秘密。1954年出现一张令人匪夷所思的照片，主角是纳粹领袖希特勒和友人的合照，但希特勒明明早在1945年二战结束就已经死亡9年后怎么可能重现身拍照？难道希特勒根本没死？ At that time, the FBI received thousands of repor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bout sightings of Hitler, which were checked and categorized. 跟住照片一起曝光的，还包括 CIA 密档中的惊人爆料。原来希特勒并不是传闻的亲生，而是带着一大批的科学家，偷偷进到南极研发秘密武器，也建立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下城市，名为211号基地。When the Germans got to Antarctica, what they found were massive cities that were highly technological. And these buildings were not just on the surface, they went deep down underground. So they began relocating a massive amount of equipment and personnel to Antarctica. They gave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building of advanced aerospace vehicles, flying saucers. They could find a lot of these advanced technologies. 德国在军事技术上从二战后期开始，瞬间突飞猛进，时间点太过巧合，同时也研发出许多超乎世人想象的全新武器，更有卫星影像在南极拍到高速飞行器的轨迹，怀疑希特勒巧巧和高等生物密切合作。It extended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Earth, longitudinally from the North Pole to the South Pole, which is 12,000 miles. 从轨迹数据来看，这项神秘的飞行器竟然直接横跨南北极，飞行速度更是地球飞行器的10倍以上。莫非南极真的存在，不是地球人种的高等生物？美国常年研究地球空心论的作家，曾经在书中公布一封1947年4月来自地心的神秘信件。寄信人是一名搭上幽灵船的潜艇船员，而这艘消失的幽灵船就是著名的德国 U-209 号。U-209 号潜艇确实是一艘存在过的船，它是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海军的一艘 U 型潜艇。它于1940年11月28日由克虏伯公司造船厂建造，船厂编号是638。根据德军的档案记载，这艘潜艇在1943年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突然失踪了。U-209 号最后消失前的雷达轨迹，正在前往南极的路上。80年前，船上的德国军官要去南极找谁？整艘大型的潜艇又为何会消失不见？信中说，大家不用再找了，你们苦苦寻找的 U-209 潜艇其实正好好的呢。目前这艘潜艇正处于地下世界。2019年，在 Google 地图上意外发现一艘疑似 U-209 号潜艇埋藏在南极的雪地当中，随着南极冰层溶解，意外浮现了一个100公尺的神秘结构，外观像是一艘潜艇顶部有灰色的钢材结构，
我们把色调进行调整后，还能看到许多直线穿过神秘结构中心。人烟罕至的南极冰层中，怎么会出现不合常理的人为设计？ So that tells us that it's something different other than snow and ice. And here's the final one that I did. And to me, there's no doubt that that has stunning similarities to that right there. As a submarine, more than likely from the World War II era, discovered down in the ice. 阴谋论者深信这是希特勒建立南极地下城市的最佳铁证。另一份代号为猎户座的苏联机密档案中，更让纳粹地心世界的地图首度曝光。地图中有一个被称为阿斯加德的区域，这个名字在北欧神话当中代表众神的居住地，也就是人类无法探索的神界。而在阿斯加德的左下角，地图上清晰地标注着新施瓦本兰和新柏林。翻开地图的背面，是一个叫利比里亚的大陆。大家注意看，这张地图的右下角上面写着香巴拉众神之城。传说中的地下世界香巴拉真实存在吗？另外，地图中首次出现的新地名，很有可能就是纳粹在南极建立的地下城市。既然要通往地心，在地表上势必会有入口，没想到真的从 Google 地图上发现许多奇怪的门形建筑。This is definitely a man-made entrance, and looks to be pretty large, like something could fly into it. You can tell this is formed steel of some sort, and that's an opening that goes into the mountainside. 更神奇的是，在南极还发现了军舰的痕迹。Look at that. That's exactly the same as this one. Now, what are the odds of something like that? That looks like the outline of a man-made craft. It looks to be some sort of a man-made complex with slanted, tilted walls, exterior walls, like possibly a roof. That's not natural. 2018年，加拿大前国防部长赫利尔在自传爆料，美国曾在1946年展开一项名为“跳高行动”的南极任务，表面上要建立南极科研基地，实际上是要发动一场攻击纳粹地下城市的军事行动。Largest Antarctic expedition to date. The massive military convoy included 13 ships, 33 aircraft, and 4,700 troops. 很像是事先已经知道了南极有什么，有的放矢而去的，而且带着军队意味着占领目标非常明确。这场跳高行动疑点重重，首先是美国派遣了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海军上将担任指挥官，让人怀疑要对付的南极敌军非比寻常。第二个疑点出现在任务时间，原本会进行1年的任务，却在抵达南极的几个月内提早结束。这位海军上将返回国家后，曾经警告美国政府，尽快的拟定军事保护措施，防止极地敌机入侵美国。当时没有任何人类的敌机可以从南极或者靠近南极的地方起飞，飞越漫漫的南太平洋或南大西洋，又飞越狭长的南美洲，威胁到美国本土。当然，如果博德指的是非人类的敌机，那就另当别论了。7、8年前那场南极跳高行动，要对付的敌人到底是谁？半世纪的谜团，就藏在海军上将的私人日记。日记里巨细靡遗地写注当年美军进入南极地下世界的所有真相。Admiral Byrd heard there was an entrance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through the South Pole, and he took planes into the South, under the South Pole. And when he did that, he discovered that as he flew over the pole, suddenly he's looking at things that shouldn't be there. I mean, it was temperate. His squadron flew under the Earth, into the Earth. It turns into this lush and green area. It's to see a shimmering rainbow city. 根据日记里记载，常年覆盖冰雪的南极底下，竟然是一片绿地，地球上早已灭绝的物种，全部都出现在地下世界，其中包括史前时代的猛犸象。Byrd comes back after this experience. He is taken to a government compound where he is told that he is never to speak of this publicly and that everything he says is classified. 美国政府反常的大动作，
将上将知道的事情列为机密报告。难道南极底下真的存在纳粹建立的先进文明吗？2017年，科学家在纳粹地下城发现温暖洞穴，洞穴中还有地球上没有的未知生物。On Ross Island in Antarctica, and some of those caves can reach 20 or 25 degrees Celsius inside, so you could comfortably wear a t-shirt in there. Our study gives us a really exciting, tantalizing glimpse of the sorts of plants and animals that might live beneath the ice in Antarctica. Some of the DNA evidence that we found suggests that maybe there are things living in these caves that we know nothing about. There could even be new species. 2015年1月，俄罗斯用最新的钻孔技术开挖南极冰层，这一挖竟然挖到了已经冰封2000万年的沃斯托克湖。表面上说是要研究冰层中的微生物，但俄罗斯媒体说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寻找神秘的纳粹地下城。Russian researchers bore through over 2 miles of ice to reach an unusual substance hidden beneath Antarctica's icy surface. The researchers who took samples from the water even detected extraterrestrial life, which is just plain odd. Due to its isolation for millions of years, Lake Vostok has a bacterium that is genetically unrelated to any known bacteria on Earth. 2000万年前的冰层底下竟然留有外星 DNA， 让科学家相当惊讶。但过了几天，俄罗斯科考队却突然改口说看错了，那些全部都是污染物，根本没有外星文明。80年前纳粹政府在南极进行的研究遭到彻底封存，究竟希特勒在南极发现了什么，至今仍是最高机密。虽然难以置信，但在科学家眼中却是真能实现。或许人类就能解开许多难解的谜团，也留给团员无限想象，埋藏着无数科学难以解释的神秘事件。在这里，人类显得渺小又无力，背后的谜团让人想不清也猜不透，是否有未知力量的助力还有待解答，是真是假只能说信者恒信了。至今仍是人类想要解开的重大谜团，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